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频道，我是 NC 小叶。那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 BF6 相关的一些消息哦。那前几天 IGN 就是那个有点臭的美国最大的游戏媒体跟 BF6 相关的工作人员有了一场会谈。然后在这个会谈里面呢，其实讲到了不少有关游戏内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些资讯，其中有包含像是 Beta 的自动标点，就这个侦察兵的自动标点，或者是地图的改变之类的一些有的没的采访啊。不过就是大概官方人员在讲一些说，他们有做一些改变，大家觉得太 OP 的东西他们有调整一些，然后地图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整体轮廓不变之类的这些东西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但是在这篇报道里面有两个蛮有意思的东西，我想提出来特别跟大家讲哦。那就不浪费大家时间啊，所以就挑这两个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影片应该不会太长。首先第一个呢是跨平台连线的一个相关内容。那在这篇访谈里面呢 ，IGN 的人问 Battlefield 6战地风云6的员工说，主机之间的相互跨平台是有可能的吗？还是有任何规划在这上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嘛 ，Beta 的时候的跨平台连线基本上是全平台一起配，就是 PC、PS、Xbox 这些东西全部大搅和在一起。那相信如果你是主机的玩家的话，对于跨平台增加玩家整体人数，让配对变快这件事情，一定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是呢，家机玩家应该都非常非常讨厌一件事情，当然 PC 玩家也是讨厌啦。不过家机玩家应该最能深切体会到，就是 PC 版的外挂借由跨平台连线这件事情进到同一个伺服器，所以这边 IGN 也对这个主机之间的相互跨平台连线去询问官方的制作人员。那这边官方制作人员最后给出的答案是说，最后游戏上市的时候会有这个跨平台的选项。那这个跨平台选项单纯就是只有打开跟关起来而已。那在打开的情况下呢，就是所有平台一起连线，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但是呢，官方这边有讲，关掉跨平台的情况下，如果你是 PS 或是 Xbox 的话，它在关掉跨平台的情况下，就是默认主机端互相连线，而不包含 PC 端的玩家。那这个消息无疑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主机玩家应该90%的主机玩家都是想要主机之间互联，而不想要跟 PC 玩家去连哦。因为大环境就是这样嘛。当然，这个 BF6 会不会被外挂入侵的很严重，我们现在还没有定论。但是主机玩家最想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功能，而这个功能就直接默认设置成了跨平台连线关闭，就是主机之间的互联哦，没有其他多余的选项，说什么主机限定跨平台或者是什么主机 PC 跨平台之类的没有，就是开的情况下全部一起连，关的情况下就是主机互联。那这个设定呢，在一开始游戏刚打开的时候，预设都是开启的，就是跨平台全平台连线一开始是设定开启的。所以如果各位主机的玩家之后想要主机互联，而不想要跟 PC 连的话呢，你只要单纯的把这个跨平台选项关掉，就不会有说 PC 的这个锁头啊、透视这些很暴力的外挂出现。当然转换器什么的那个就另外一回事啦，那个虽然也是外挂，但是就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内。对，当然那个也是个问题，但是就今天不讨论这个，只是单纯的跟大家讲一下，目前这个选项做的非常非常的简单，就你也很好操控，想要跟主机互联就直接把这个选项关掉就可以。好，那这个是好消息了。那接下来要讲一个令人有一点点稍微担心的消息了。那为了避免理解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等一下我会把 IGN 问的原始的问题整个先念过一遍，然后还有官方的回答都整个都念过一遍。那不用担心，我会翻译给大家听，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听不懂。那这边IGN 在 skin 在造型上面询问 Battlefield 的员工说， The Call of Duty team appears to be backing away from including Goofy skin for this year's Black Ops 7 is, I feel like all anyone can talk about, even in Battlefield community, because you guys have conversely doubled down on gritty realism. How does it feel for the team to see other shooter backtracking from the goofy aesthetic while Battlefield sticks to its guns? Does it feel like this commitment to a more grounded shooter experience is paying off so far? 那上面这个问题呢，就是 IGN 的人在问 Battlefield 6的员工说 COD 今年对于游戏内 skin 跟造型的路线似乎是想要就是除去掉这些所谓的古怪搞笑的 skin， 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造型上面的异动跟修改嘛。那他在问说战地风云6在一开始就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那想问问他们对于目前这个决定带给游戏的风向还有走向是不是有任何的成效之类的。那这边其中一位受访的战地风云6员工就有回应到说， I think we're really happy with where we are. We wanted to be a gritty realistic shooter. Other games can and should be whatever they want to be, right?
然后这边他笑了一下 ，OK，like we're not, I don't know, Fortnite is pretty groovy and that game is pretty good. So I think where we end up is we're pretty happy with where we are. We are a gritty, grounded, realistic shooter. That's what we intend to be, and that's what the game is going to look like for a while. 那听到这里哦，相信如果各位英文造诣还不错的，应该已经发现一些眉目了。那我先稍微讲一下它大致的语义。他就说，我们对于现在我们的游戏非常开心，我们是一个写实拟真的射击游戏。那其他游戏呢，可以也应该作为任何一种他们想要的形式存在。然后他又说 Fortnite 也是有很多这种奇怪的 skin， 但是 Fortnite 是一个很好的游戏。我们认为现在我们游戏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完美的，是我们一开始就想要的。而这个氛围呢，跟游戏的整体 skin 的设计也会持续保持一阵子。好，没错，重点就在于这个后面的一阵子了。那当然啦，制作组人员在这边绝对不会对于这个 for a while 一阵子这件事情去多做解释。我们目前就只能看着他这篇文章瑟瑟发抖。他这个一阵子是代表说，当第一季或第二季上了之后，目前《战地风云6》里面的这个战场氛围啊、写实的涂装跟 skin 是不是就要一去不复返了？那相信应该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是因为喜欢《战地风云6》整体带来的战场氛围，比较把它视为一个战场模拟的沙盒游戏去玩的，所以在整个氛围塑造还有战场模拟上面，这些体验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我 BF6 在实况 beta 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当初2042出那个圣诞老公公造型，让大家非常的抽离之类的。那目前官方在 skin 上面的排程是给了我们一个担心的点啊，说目前的真实写实会维持一阵子，但是也没明讲这个一阵子是多少啊，也没有说这个一阵子过了之后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只能说这则访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开心的地方是跨平台连线似乎有比较好的选项可以给大家去选，那担心的方面只是这个 skin 的方向是没有任何定论。那我个人对这些想法就像我在 COD 影片里面讲的一样，我个人对于游戏的 skin 来说，其实没有到特别的一定要求。对我来说，游戏好不好玩跟游戏可以带给我哪些游戏体验才是我最 focus 的一个点。那当然啊 ，skin 这方面就是还是会有加分跟扣分的选项在。目前在玩过《战地风云6》beta 之后呢，我对于目前整体游戏带给我的氛围跟感受也是非常喜欢的。那我不确定如果有些圣诞老公公或什么一些人滑着滑板在《战地风云6》的场上这样跑，我会有什么感觉？毕竟我还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对，2042出圣诞老公公造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没有在玩了，所以我不太知道如果他真的出了这种怪 skin， 对我的游戏体验会不会有很大的加扣分啦？但是我确实是会蛮担心这个点的。那最后我也想问几个问题给大家：如果你是家机玩家的话呢，你是否会选择只允许 Xbox 跟 PS 之间的玩家连线，或者是你会为了最快的排队速度让所有的平台一起连线，你是哪一个选项的呢？还有呢，就是对于目前官方给出的《战地风云6》后续的 skin 的计划以及想法，你有着什么样的看法？你是可以接受 skin 不要太超过就没问题，还是只要有任何一点超过所谓的军事模拟的 skin 你就不能接受？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好了，那么这节影片就差不多先到这边，我们下一次再见吧，拜拜，拜拜。第一支就一整个要跑到掩体里面，又不要跑到掩体里面的我就是在想到底要怎么样啊？要跟谁干啊？大家干谁干啊？同学们。哦，差点就可以用我的鸡鸡把他打死了。角度也太差了吧，什么都看不到这样。哇靠！我瞄准一放开，人就跑出来。不要啊，老哥！
哇，超散，超散！大家有看到吗？大家有看到吗？超散！大家有看到这个散步吗？大家有看到吗？大家有看到吗？军军到来！哇，绑一下！刚刚那个是不是真的锁一管？虽然有一点点偏，一点点，但是那个真的蛮锁的。哦，输了。